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是澳大利亚法官裁定，即使社交媒体平台 X 尚未在澳大利亚设立办事处，但仍然受该州反歧视法的约束。该裁决允许昆士兰人权委员会审理针对 X 的一条指控，即 X 因未能删除或隐藏反穆斯林仇恨言论而违反了昆士兰的反歧视法。让我们关注对冲基金聚焦日本股票，看好其资本效率改善和市场表现。日本外包、机器人和制药公司受青睐，而中国股票出现下降。接下来这条，美联储利率调整预期推迟，欧洲股市跟随美股及亚洲股市下跌。强劲的美国经济数据表明通胀韧性，加息压力仍存，投资者担忧美联储将更长时间维持高利率，从而导致股市承压。接下来，美国在七国集团财长会议上呼吁支持从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中为乌克兰筹集更多资金，并呼吁团结起来反对中国的激进贸易行为。下面这条 ，BHP 欲收购 Anglo American 以拓展同业务，但面临后者投资者要求更优厚的报价或现金补偿的挑战。Anglo 拒绝了 BHP 的3项收购提议，给 BHP 1周时间提交有约束力的报价。下一条，印度卢比对美元大幅升值。因印度股市创历史新高，且政府获得的股息高于预期。让我们关注阿里巴巴集团发行45亿美元可转换债券，创亚洲企业美元债发行纪录，用于回购股份和投资人工智能等业务。让我们关注白宫将美联储独立性视为2024年竞选议题，以抵制特朗普盟友提出的削弱美联储的计划，避免市场恐慌和影响华尔街，但可能加剧民众对华盛顿不稳定的担忧。下一条，除了特斯拉和埃隆、马斯克，其他公司也在提高薪酬待遇。2023财年，标普500指数中薪酬超过5000万美元的 CEO 人数大幅增加。例如，博通首席执行官霍克谈收入 1.62 亿美元，行权 7.677 亿美元的股票期权。薪酬水平的上升也出现在规模较小的公司。而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的巨额薪酬是否促成了这一趋势尚存争议。接下来，英伟达宣布10比1股票拆分和增加 150% 的股息，表明其财务状况良好。历史数据显示，股票拆分后平均12个月回报率为 25.4%， 预示着对英伟达的积极前景。接下来这条，美股期货周五上涨，华尔街希望从道指1年多来的最大跌幅中反弹。下面这条，根据高盛的经济学家，美联储可能在9月才会开始降息，他们将原先的7月预估推迟，原因是目前经济有韧性，尚不需要宽松。最后为您播报的是，新能源车企 Lucid 为控制成本，将裁员约400人，6%，包括中高层领导。此举旨在应对行业增长放缓和消费者转向更便宜的混合动力车。尽管裁员， Lucid 计划增加资本支出用于扩大产能。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